家早安，我是创市场部区雪人。大阪号称天下厨房是美食的聚集地，今天我们就要挑战2大市场的美食之战。如果你有1万块日币，你会选择去哪里大吃一顿呢？是价格亲民、选择超多的天满市场，还是专业批发、品质超强的木金市场？同样的预算下，在这2个市场可以吃到怎么样子的美食呢？而且听说还有米其林推荐的餐厅，就跟着我们出发吧。刚进来就看到有2间海鲜冻饭的店，左边那间是排超多人，最多人排的。因为你知道我不是很喜欢排队，所以我就直接吃隔壁那间。我们将近8点半的时候来，刚好没有什么人在排队。它的生鱼冻，我们初步吃下来其实非常的新鲜，上菜速度也快。可是它店里面有一点点狭窄啦。他们有一个拼盘是有干贝的，干贝跟我们在台湾吃到的干贝口感不太一样，因为台湾吃到的那种生食级干贝会比较偏软，那它的干贝是有点脆脆的口感。我是觉得海胆的味道没有到很高级的海胆味，因为我之前在竹地市场吃过厉害的海胆，刚刚的海胆我觉得普普通通。你知道日本那个鲑鱼卵一吃下去就哔哔啵啵，鲑鱼卵是爆开的。大早吃的鲑鱼冻饭真的是吃对了。这边毕竟是市场，那你可能在里面买东西都是要用站着吃或者在路边吃。那这边的好处就是说它有个餐厅可以让你在里面用餐，还有热乎乎的味噌汤可以点。它的味噌汤还不错，鲜鱼味噌汤里面有2大块的鲜鱼肉，鲜鱼肉还蛮弹牙的，而且它才日币440，味道不像我们台湾是比较重比较咸，它是一点清清淡淡，喝得出来有点鱼的鲜甜味道。但你可能想不到，我们现在吃的这么开心，这么热闹的木金市场差点从地图上消失。大家现在看到的木金市场，其实它在300年前只是一个小小的鱼市场，是专门服务皇室的。但是突然有一天，政府就下令说，我们要改成中央控管的制度，意思就是说，一个城市只能有1个市场，所以你们这些小摊贩要全部跟我整并在一起。那如果说你做不到的话呢，不好意思，就只能关门大吉了。所以木金市场他们就决定，不行，我们要捍卫我们自己的市场，就发起了一个保卫活动，也成为了民营最大的批发市场。木金市场这边不是只有卖菜卖鱼哦，这边大概有140间的商店，从生鲜食材或是餐厅到刚刚我看那边有一间超市。比较特别的是第2个礼拜六跟最后一个礼拜六早上，他这边有一个早市，说我要买这个鲔鱼1万块、2万块，让一般的民众也可以来体验竞标的活动。竞标体验虽然有趣，但是想捡便宜，直接来这里的批发超市，一箱箱的业务用商品直接卖给你，即使是散客也可以买散装的自己吃，或是当伴手礼哦。转头走进市场内的摊位，看见满满的草莓，但是这价格怎么跟超市的差这么多啊？有些小型商店价格没有到太便宜，因为刚刚超市我看到400多块的草莓，而且他今天卖的品项我觉得没有到非常多元，几乎都是各式各样的草莓，可能因为刚好现在是草莓季吧。草莓的价格虽然不便宜，不过走几步就闻到海味啦。木金市场以活跳跳的海鲜闻名，重点来了，很多摊位都能让你现场挑选，保证吃到最新鲜的鱼货。每个摊位都有自己的号码，让我们货比三家，好好精打细算。等一下会告诉大家我们买的摊位在哪里。这边设有一个休息处，在市场里面买到的东西啊，你都可以在这边立时的方式直接在现场吃。耶，不错呢！它这后面还有卖饮料，早上很困想睡觉的时候，就在这边吃个生鱼片，然后喝杯咖啡。刚刚逛了一圈，在市场买了3样螃蟹饺是1000块日币，还有章鱼500块日币，4只甜虾1000块日币。然后像你现场买生食要吃的话，它也会给你一个芥末，还有酱油。我觉得酱油设计做得很好鱼的造型，它这样的设计你也很方便，滴酱油就不会沾得满手都是。哇，这好好吃哦，好鲜甜哦。螃蟹味道很浓可以很明显的吃得到它的鲜味。这个出乎意料的好吃我刚刚有点小看这小蟹脚。好 Q 哦！我刚刚一咬下去，我就有听到那 Q Q 的声音传到我的牙齿。哇，章鱼真的好脆，有新鲜哦！我发现他们市场里面的鱼货是真的有新鲜。感觉上是早上就现宰的啦，大概凌晨4、5点，他们鱼货就开始卖了，所以就是最新鲜一批的鱼货，蛮新鲜的，认真讲，很新鲜的停松啊，加点酱油，
是这样子滴上去哦。你以为是滴眼药水？这个要小心，不能给小朋友拿来滴眼药水。吃下来之后，这边的海鲜出乎意料的新鲜，所以其实我觉得外面一进来那个海鲜冻，要不要去吃？我倒觉得好像还好只是多了醋饭，然后还有椅子可以坐。如果说你不建议站在外面立食吃，吹着冷风的话，我会推荐你一进来买它里面的海鲜，那你可以选你自己想要吃的各式各样的海鲜料。因为像现在已经接近11点半，摊贩都已经收了，所以就只剩下外面的几间餐厅可以买。太晚来我就不建议啦。你刚才说要来这边7、8点就要过来了，才可以吃到很新鲜的海产，感受一下当地摊贩他帮你现剥现捞，还有看鱼货。老人家最爱看鱼货，就东看看西看看，哎呦这什么东西啊，蛮有趣的。我觉得来菜市场就是要来看这种画面。市场每周日还有大部分的周三都是公休的，你过来之前就记得先查询一下他们官方的行事历，才不会扑空哦。木金市场真的太好吃了，不过目前到底花了多少钱呢？结算下来居然还有日币2460块。接下来我要带你去附近一间实惠的超市，把这些钱变成丰盛的晚餐。在木金市场那边，我们2个人吃了7500块日币，都还蛮饱的，所以剩下的2500块日币呢，我们就来这边在地人的超市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然后买回去当晚餐吃。哇，猪排饭看起来很厚耶，才598日币，那还要再加税啦，645日币。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熟食，还有这种各式各样炸物的，我这才429块日币。像这个大盒的598日币，它也是海鲜冻，因为它旁边有醋饭嘛，含税价是645块日币。我们打算买一个北海道的生吐司来吃，因为之前来这边吃他们的白吐司超好吃的，150块日币。鸡肉玉子烧乌龙面529块日币。打算买他们那边有一个金赏，是称重的哦。看你想买小份一点的，或是大份一点的，都有不同的价格。那我来挑一个小一点的，就可以吃多样。那我拿这个339块日币。这间超市真的很多在地人在这边逛，所以它的价格也都算是合理的范围，非常适合旅客来这边买熟食啊，或是水果都非常的方便。在超市买晚餐花了日币2176，我们2个人从早吃到晚，总共花了日币9716。你以为木金市场之旅就这样结束了吗？附近其实还有很多景点能逛，而且走路就能抵达，很适合和木金市场一起排成一日游。从超市步行约10分钟就能抵达南波公园。南波公园是一座城市绿洲的购物中心，楼下是商场，楼上是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结合了自然、购物、美食、娱乐，是大阪非常有特色的复合式景点。位于南波公园旁边的日本桥电器街，是大阪有名的动漫电玩的集中地，就像是东京的秋叶原一样，能体验日本2次元的独特文化。哇，这边路上都有很可爱的女仆在招揽生意。但这个广告也是芭比的图案，好可爱哦！还有靠 NPC 了，你去跟他讲话，他等下给你任务。是以前马里奥的音乐跟游戏，超怀念的。看一下有没有好看的周边。你买这件，你就是东京万智慧的一员了耶！在日本桥旁边有一间很特别的 Lawson， 购物袋很可爱，它打开就变成大的，收起来就是一个小小史莱姆的样子。它是磁铁，我刚才想说是不是果冻？如果是果冻也太可爱了。你看它下面这个排队的指示，也是电动里面的符号哎。它这边一直有一个电动的音效在里面，大家有听到吗？除了还有音效哦，看到这个招牌的图案被它吸引了，有一个人倒在那边啊，拉面掉在地上，他写说要救救我们，他们要征求店员，所以这个是征才的广告，好有创意哦。
前往地铁站的途中，会经过千日前道具商店街，这里可是厨艺爱好者的挖宝天堂。这个道具屋商店街，它卖的都是一些营业用的道具啊，像是装饰的灯啊，或是广告的看板，到卖章鱼烧的模型、锅子、炉子、碗盘，这边都有。哇，这边还有一个专门卖刀的，以前卖武士刀，现在转成卖菜刀。是专门切生鱼片的，用这切生鱼片，这生鱼片应该要很高档，但是刀很厉害，刀工上面还可以刻一条龙。奶油刀也很讲究，它是可以热传导，直接去切冷藏比较硬的奶油。这条就很推荐你平常有在家里下厨煮菜，或是想要买个锅碗瓢盆给妈妈，很适合来这一条逛逛。看完木津市场的一日游，你知道大阪还有另一个在地人超爱逛的市场吗？究竟跟木津市场有什么差别呢？大阪不只是美食的天堂，它还有个超酷的绰号叫做天下厨房。那我们今天早上来到的这个天满市场，就是这个天下厨房绰号的来源。以前大阪它会兴起，主要是因为它有很发达、四通八达的水运，在水运的交汇处，它慢慢会发展出大型的交易中心，天满市场就是其中一个。而且你知道吗？很知名的地方道顿窟，道顿窟前面不是有个运河吗？那条就是以前德川时期建的一条运河，所以运河对于大阪的兴起来说非常的重要。你有没有想到还有一个地方，台湾也是因为运河的关系，所以它才兴起呢？答案就是大稻埕。其实刚刚我从地铁走出来的时候，一路上不太像日本很现代的建筑，反观其实有点像在地化的市场。那现在早上的时候，我看到真的都是在地人来这边买菜，或者送小朋友上幼稚园。因为昨天我们去木津市场，那木津市场它的单价比较高，早上一间餐厅我们就已经花了在4-5千块日币。那我想说来到天满市场这个在地人市场，可不可以用更划算的价格，1万块吃到很多的美食？下来就看到一间水果店，水果店的价格还算平价。这个香蕉这样一袋只要192块日币，比我昨天去看的超市价格再便宜一点点。这边也有草莓，我不太确定品种之间的价差到多少。看起来草莓好大颗哦，640块日币。有一区它是卖相比较不好的水果，不过价格都是非常的便宜。如果说你想要来捡便宜，这个菜市场也是非常的适合。在水果店的旁边还有一间 Pro Mart， 它专门是卖给厨师或是餐厅他们用的超市。因为它价格太便宜了，品质又还不错，所以变成说很多在地人会过来这边超市采买。因为这边民生物资、生活食材也非常的多。有各式各样的食材，哇，真的非常的丰富耶！因为你看到它光肉类、火腿类好了，它就有这么多不同的选项。一大盘的猪肉才666块日币耶，像这种高级的双酱牛肉这边也有卖。这油花好漂亮哦，1333块日币。觉得难怪这边会成为餐厅或是家庭主妇爱的超市，因为它的食材选择真的非常的多，也有很多这种调理包，像这种写业务用的啊，就是专门给餐厅在使用的。这里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零食。我觉得也还蛮适合一般观光客或是散客过来这边采买零食。在这个菜市场，它卖熟食的店家是稍微比较少。但在 Pro Mart 厨师的超市旁边有一间卖天妇罗的店，它是少数熟食你可以现场吃的店。大家想到天妇罗，可能想说是不是甜不辣？其实天妇罗在日文的意思指的是油炸物，食物下去油炸的料理都会叫做天妇罗。那天妇罗它是从长崎传到江户，便宜廉价的菜籽油出现了之后，天妇罗才渐渐成为庶民小吃，大家都可以吃的料理，所以成为了江户3大美食之一。那老公，你猜猜看，江户3大美食，一个是天妇罗嘛，另外2个是什么？生鱼片。你觉得生鱼片大家吃得起吗？饺子。饺子是中国的，很常吃到的。拉面。你猜到都不是哎。好，公布答案，第一个是天妇罗嘛，然后第2个是寿司，再来第3个是荞麦面。这3个就是江户时代的3大美食。这间天妇罗它即使冷掉了还是非常好吃，而且最特别的是它一点都不会油腻，吃起来非常的清爽。
每口都能品尝到食材的鲜甜原味。而且你有发现吗？它的外皮跟一般的天妇罗比较不一样，它是只有薄薄的一层面衣，不会像传统天妇罗那样厚重油腻。你买回去饭店当宵夜时也一样好吃。鱿鱼天妇罗是老板的自信之作，推荐大家一定要尝尝看哦。これは西班牙料理。わかる。楼下这边有一个光贵水产，这是一整个大章鱼。我昨天在木金市场吃那4-5片就500块日币，这么大这么厚。这边也有卖这种1片的尾鱼，不过它这边比较可惜的是，真的是给在地人家庭采买的关系，它东西都是切好这样一整盒的，不太适合观光客来这边买。然后现场吃，比较适合买回去料理。那这边也有直接帮你处理好的鲑鱼做生鱼片用的，会不会有些餐厅也是直接来这边采买？真的很方便，它都帮你处理好了。北海道产的贝柱980块日币，它是直接可以生食的。有卖比较小盒的鲑鱼卵，480块日币，小盒的海胆这个就要2380块日币。虾子超厚超大只的，来看一下，跟我手掌般大小的虾子。在1楼的店家希万水产有卖可以直接吃的握寿司，价格也非常的漂亮，7的843块日币。这边的牛肉很漂亮，而且切好之后，它上面都会用层保鲜膜包起来，非常的干净卫生。因为在1楼 B1 都是没有办法吃东西的，就跟一般观光市场不太一样。2楼这边有间咖啡厅，所以我们就来这边坐着休息用餐。2楼这间咖啡厅的价格不会很贵。看它这边有一个早餐的奶油吐司，再加1杯饮料，才400块日币。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ありがた。とう。失礼いたします。刚刚算下来，我好像才买了3000多块。所以我们还有7000块的扣打。对，但因为市场有些东西像什么蔬菜那种，我们也不方便带回去饭店料理，好吧，我们就去旁边的天神金商店街继续把剩下的钱花掉，看看这1万块在这天神的商圈里面，我可以吃到多少样的东西。从天满市场转过来，一下子就会到天神金商店街了。旁边这边有一间很有名的寿司，现在中午时间就开始排队了。这边商店街规划的很好。因为你看到他把招牌放在很上面的地方，你可以远远的就知道说我要去的那间商店在哪。然后我们现在到了天神金商店街，现在是中午平日12点的时候，这边非常的热闹。它全长总共有2.6公里，横跨了3个地铁站，商店非常的多元，它有美食、购物以及休闲中心。这条街我跟你讲，真的是太多店可以逛了。这边有一间OS 药妆，是我每次来日本都会采买的一间药妆店。虽然它没有办法退税，但是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有些热门的药，我会建议你尽早过来这边买货。可能早上卖，它卖完了就没有货了。OS 药妆它只能收现金，然后没有办法退税，这点要再注意哦。小小的一个可乐瓶，非常多人在排队。先试试看，细腻的口感，外皮不会有油耗味，面衣炸的蛮酥脆的，这个给过，好吃。而且吃起来这可乐饼它还带有 cheese 的香味耶。我们现在在大阪的天满宫，天满宫是天神商圈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日本3大祭典的其中之一天神祭，就是以大阪天满宫为中心在举办的。它主要祭奉的是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很多学生或是考生在考试季的时候来这边祭拜，祈求考试可以顺利，可以合格。那你来到这边，可以到他们旁边买一个合格的御守，还有个绘马，上面可以写上你的心愿，挂在旁边，祈求你的心愿可以达成。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它的屋檐上，或是说它的门上有非常多梅花的装饰。菅原道真他非常喜欢梅花，曾经还为了梅花写了一首中文的汉诗，你就知道他有多爱这梅花。那梅花的图文，它又分成梅花纹
以及梅波纹2种。梅花纹就是以写实的方式呈现梅花的图案，战国他们的家纹弄得比较有设计感的那种就是梅波纹。那你会发现在这边大部分都是以梅波纹为主。这里很不错的是非常的清幽安静，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走走，感受一下这边神社的氛围，因为就在商店街旁边而已，非常的近。这间面包店可以 take out， 或者说你要内用，但是内用的话就要另外点饮料才能内用。那我点了它2个看起来很厉害的招牌，红茶奶油蟹面包，另外一个是咖喱半熟蛋的面包，一甜一咸，我们都来试试看。红茶奶油蟹面包外皮是很柔软的外皮，重点是它里面的内馅非常的饱满，咀嚼到最后它的外皮会有一点点淡淡的酒粕香味。红茶内馅其实说真的茶味没有到太明显，但是我觉得是好吃的，不会到很甜腻的红茶内馅。而且红茶内馅的面包我觉得比较少出这种口味的，可以来试试看。再来这个咖喱溏心蛋面包，它的皮是非常的薄，已经接近到没有面包的口感了，可是它的味道非常的好吃，整颗的半熟蛋放在里面，然后再跟旁边的咖喱酱一起吃，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很像我在吃咖喱饭。我们现在在一间70年的大阪烧老店，大阪烧它又叫做御好烧，但是御好烧它有2种流派，第一个是大阪烧，以山药泥为基底，可以加入你喜欢的食材，做法也非常简单，把所有的食材全部混在一起，在上面煎熟之后再撒上酱汁，它就是完成的大阪烧。但另外一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大阪烧里面有加面的，叫做广岛烧。那广岛烧它的做法会比较繁琐一点，它是高丽菜先铺一层，上面再铺一层面条，一层一层的叠上去，可以叠到5、6层。所以说广岛烧它的技术会比较困难，那像这种大阪烧，有的店家他可能会把食材混合之后直接给你，你自己煮也可以。商店街这边有一间御出超市，它的装潢特别的五彩缤纷。御出超市也是我来日本的时候很常来这边买食物买吃的，因为它价格也还蛮便宜的。御出超市跟刚刚天满市场最大的差异是它这边有非常多的熟食。我个人认为御出超市它厉害的是在它的熟食便当类。那我晚餐选这个，因为看起来超澎湃的，它有一个蛋包饭，旁边这个看起来是炸鸡，然后意大利面，还有一个汉堡排，这个才462块日币，超划算的，而且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吃得到。这边的价格比我们昨天在木津市场附近的 Life 超市还要更便宜，很适合像我们观光客、散客来日本玩，你想要省餐费，或者是说晚上喜欢买一些零食、宵夜回去饭店吃，有面包、水果、饮料、饼干类的东西都有，一袋的餐包5个才124块日币，超划算的。想吃菜，因为在日本外食的话很少机会可以吃到青菜，149块日币。因为现在冬天好冷哦，来买一个牛肉汤，300块日币。老公说他想要买纳豆卷，为什么每次来日本都要吃纳豆？因为纳豆是对肠道是很好的食品，所以要多吃纳豆。我觉得我每次来日本都被逼老公说要去吃纳豆。中间有一个梅子的，这好特别，这是漫画才会出现的。晚餐再配一个欧姆蛋荞麦面，311块日币。我们先来到米其林推荐的章鱼烧店，我自己认真觉得它的外皮吃起来是比较酥软，章鱼非常的新鲜，但是它的酱有点点稍微过咸了，所以我觉得这间可来可不来。好的，那我们现在逛完天神津商店街以及天满市场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次花了多少钱。2个人吃了1天哦，天啊，我们才花了7073块日币。所以其实我觉得木津市场跟天满市场其实有蛮大的差异，因为木津那边是真的很观光化，那观光化当然也有好处，就是很适合观光客去那边打卡拍照，看看一些很新奇独特的东西，但是相对它的价格就比较高。相较之下，天满市场那边虽然说它也有观光客，可是观光客的比例偏少，因为都是他们在地居民比较多，自然而然它就比较便宜。
我们刚刚在路上逛街的时候一直在想说，价格这件事情对观光客来说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也许天满这边价格很便宜，但是品质不知道。两间比较下来，你来日本旅游跟家人朋友来观光的话，很推荐去木津，你可以吃到高品质的海鲜，旁边还有日本桥、南波公园，然后可以连接逛到道顿窟那边，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真的就是它的方便性、区域性的周边一应俱全啊。如果你今天抱持着不是只有来日本一次的话，来个2、3次、4、5次，你的一些热门景点，例如像新斋桥或其他的一些景点，你可能会腻，不妨造访一下当地人才要去的早市或者是超市，看一看物价，看一看他们实际在地的味道，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同的日本体验。没错，因为来天满市场，其实我有很明显的感受到他们这边生活的方式。因为像刚刚我们去吃大阪烧，它的建筑是更传统，没有那么观光化的店家，我就可以感受到原来他们日本人真正在生活的是生活在这种朴实无华的商店街里面，跟我们去观光客看到哇，道顿窟那边很亮很大的招牌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真的很喜欢日本文化，很向往日本生活的话，你不妨来一趟天满市场跟天神津商店街这边，感受他们在地人的生活。你会选择观光客居多的木津市场，还是在地人的天满市场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喜欢这支影片就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是创世小夫妻，下集见。